你这是个什么手势？孔雀开屏。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剧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视频。那么这一期跟大家介绍的是官方天尊世代系列的泰坦级13天元星际擎天柱。好，按照惯例，我们首先也是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将外边这一层运输盒拿掉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玩具它的一个包装盒了。那么这一次包装盒的尺寸呢，还是相当大的。正面呢就是咱们星际擎天柱3个形态的一个造型图，背景呢就是这13天元，下方呢就是变形金刚Transformers 的一个英文标题，以及下方天尊世代泰坦级星际擎天柱。值得一提是官方这次也是将星际擎天柱它原本名称这个 Star Convoy 给改成了叫 Star Optimus Prime。那么包装盒的顶面左侧呢是这次一个标题，那么右边呢就是这次官方东拼西凑的这13天元它的一个宣传图了。包装盒的一侧呢是这个星际擎天柱它摆出这个G1经典 pose 的这么一个造型。那么最要命的是它的这个手G1的这个造型图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手部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手掌张开的一个造型。我们拿这个天尊时代的来对比一下就能够发现天尊时代的这个造型图，它一个手呢非常的诡异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手掌的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呢是非常大的，到了最后它这个小拇指呢已经是往下90度垂直的一个角度了原版的人家的这个手呢是这样子张开的非常正常到了它这张呢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这是个什么手势？孔雀开屏。对吧？原版人家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张开的手型你这个改的就跟要掐死谁似的。而且它这个手指头呢可以看到没有手指头肚的一个刻画这个直非常的直非常的生硬整个这个图最抢眼的就是它的这个手但偏偏你这个手画的还非常的诡异当然官方迷之操作呢还不止这一处那么翻到包装盒的另外一侧就能看到这个13天元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金身罗汉像了那么诡异的来了也是迷友们吐槽最多的一点这个星际擎天柱它整个身体呢确实是星际擎天柱没错，但是他的这个胸部他给他强行的安上了这么一个超级人来的一个胸口，给人感觉这张图就像是 AI 生成的一样。一开始呢迷友们也都吓了一跳就以为官方又要出这个缝合怪了好在呢官方并没有还是保留了那么一点点良心的最终做出来的这个样子呢就是如背面展示的这个样子。可以看到背面呢是有展示它这个人形载具和基地形态3个形态的一个造型玩法以及这个所搭载的这个小热破的一个玩法。那么最下边呢就是3飞版的一个狗皮膏药了。纸制品方面呢，首先呢就是它的一个说明书，3飞版的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个汉化的，整个说明书的尺寸呢也是非常的大并且呢官方呢还出了很多的相关周边比如说这个星际擎天柱的徽章也是巴基，这个看上去呢非常锃光瓦亮的同时呢它外侧呢有这么一层金色的一个勾边那么手指头呢也是一蹭就掉，背面呢就是它的一些个相关的信息了。毕竟作为这一次官方的一个头牌13天元之一，那么官方也是给它发行了这么一盒纪念币的我们给它打开，那么这个盒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铁盒子，上边印着一个 Transformers 的一个 logo我们将它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纪念币的一个本体了我们将它拿出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纪念币呢整个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的五彩斑斓的非常漂亮。那么背面就是它的一个名字了，它这里边呢还给附带了这么一个鉴定证书证明这玩意儿是这么一个真金真的好的那么废话有点多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一个玩具实物吧。好，那么眼前看到的就是这一款泰坦级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玩具实物了。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主体，下面呢就是它所附带的这么一大堆的配件了。但是对吧？你官方你有功夫整这些个花里胡哨的特效件你为啥不把这些个分件都用在主体上呢？对吧？你把本体做的更加的有意思一点不好吗？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出来这一次呢我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些细节的重涂的这次它的一个人形高度到头顶天线尖这个部分呢是将近40公分，作为一个泰坦级呢它尺寸呢其实是最小的一个转到侧面来看整体呢也是非常的简洁，几乎呢没有任何的背包。转到背面就是这个样子，几乎呢是看不到什么偷腰外露的。
头雕部分啊，这一次这个头雕做的呢，我个人还是比较的喜欢的啊，非常还原原版漫画中的一个形象。头顶中间这个天线呢，原本呢是没有这个涂装的啊，是一个灰色的塑料成型色。那么我个人呢是给它进行了一个银色的一个电镀的效果的涂装，并且呢给它增加了这么一个磁控灯的一个效果。给它的头雕安装磁控灯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只需要将它脑袋后方的3颗螺丝给拆下来，将这个7毫米的磁控灯呢给它塞到脑袋后边啊就可以了。那么同时我还将它附带的这个索利亚克，也就是这个蓝色的小球，将它上下呢给它拨开啊，将里边呢塞入了这么一块磁铁，这样子呢就可以用这个索利亚克啊来控制眼灯的一个开关了。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开灯，那么我选用的这个磁控灯呢是有双灯珠3种的这个效果的啊。那么这样子是关上啊。第一种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常亮，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种一闪一闪的啊，就类似于在讲话式的一个感觉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种的呼吸灯了啊，这种渐变的呼吸灯。那么即使在正常的光照环境下啊，它的这个亮灯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加了头灯之后啊，再摆出一些 pose 呢，就更加的具有威严感了。那么武器配件方面啊，首先呢，这一次呢也是有附带我们大哥标志性的这把大黑枪的，但是这把大黑枪呢也是有非常多值得吐槽的地方。首先是它这个枪把可以看到非常的短小啊，那么这一点不知道官方是出自于何意啊？你要说是成本的一个限制吧，但是它这个枪的一侧呢可以看到，它呢还给了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子弹的这么一个零件这样子就很尴尬了对吧？一个激光的一个光束武器你给了一个实体的子弹而且还直接就这样子卡在外边没有任何的一个遮挡，这对吧？很突兀很另类很奇葩这把奇葩的武器呢，我们星际大哥呢也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握持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这次还附带了这么一把枪，在它的这个基地形态下呢是可以展开变成这么一个炮台的那么在人形态呢就可以变成这么一把枪可以进行一个握持，还给了这么一大坨蓝色的一个特效件，我们是可以给它安插到它的这个大黑枪这个枪头上，当做这么一个射击的一个光束特效件可以跟这个一个炮台枪可以给它这么组合一下。然后呢，卡在这个大黑枪那个枪头上进行这么一个射击的一个火力的一个提升吧当然这个造型很怪异我个人呢还是习惯给它这样子给它进行一个安插。那么这样子呢，也稍微正常那么一丢丢吧那么同时呢，这个零件呢，官方还说了可以跟它的这个特效件跟这个射击的一个特效件给它进行一个组合，变成这么一把光剑让我们的星际大哥进行一个握持。至于这个效果嘛，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同时这一次呢还附带了这么一个篮球，那么这个就是致敬G1原著漫画中的这个索利亚克。那么漫画中呢是由他的前任领袖我们的雷神顶天者他呢找到了这个索利亚克，后来呢也是交给了天翔盖瑞斯卡伊盖里，就让他去复活咱们这个擎天柱大哥。我们的天翔盖瑞就拿了这个索利亚克也是成功的找到了我们的这个擎天柱大哥他的一个尸体并成功的将他复活成了我们的星际擎天柱。那么等于就是说汽车人领袖的这个位置兜转转最终呢又回到了我们擎天柱大哥他的这个身上。那么到了92年G1系列完结那么我们的星际擎天柱呢就成为了G1系列最后一位汽车人领袖。就在去年官方孩之宝呢又给他刨了出来并且呢还给他超级加倍让他成了变形金刚系列的这个老祖宗之一那么配件方面这一次呢还有附带这个G1经典的这么一辆厢式货车，并且呢也将G1的这个迷你的补天室我们的小热破呢给它附带了可以将它这个车厢后门呢给它打开，让我们的热破呢直接给它开进去。我们的这个热破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变形的。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态了。G1的这个货柜车呢，它呢是有这么一个弹射的玩法的。那么这一次呢，官方是给它阉割了给改成了这么一个插拔变形的一个玩法可以给它这样子安插上，我将这个炮台呢给它翻转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么一个小炮台当然呢你也可以给它插到这边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炮台枪啊给它卡到这个上面，让我们这个小热破呢站到上面进行一个操作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剩下的这些特效件呢可以随意的进行一个搭载啊，那么在这里呢就不演示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星际天柱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雕360的水平旋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抬头不可以，低头是可以进行一个大范围的低头的。手臂部分是可以进行一个360的旋转，并且呢是一个齿轮关节。手臂的侧身，这个齿轮关节是可以达到这么大一个范围。那么我们将它的变形关节解锁开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大范围的一个侧身了。手臂的平转360没有任何问题。手肘部分也是一个齿轮关节，可以进行一个标准90度的曲肘甚至由于变形设计，反关节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腕部分拳头可以实现360的平转，手指呢是4指的可动，肩膀部分的炮台可以水平旋转同时呢也可以上下的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腰部这一次呢是可以实现一个360的腰转的，并且呢也是一个齿轮关节。下半身可动我们将它的前裙夹整个给它掀开，那么大腿根部可以实现一个非常标准的90度前踢，后踢依旧是标准的90度。我们将它的侧裙甲掀开。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90度侧踢。大腿平转由于受到它小腿后方装甲的一个干涉呢，平转范围呢非常小那么我们可以将它后方这个装甲也就是它小滚珠的部分呢给它卸下来。那么这样子一来，它整个大腿呢就可以实现一个360度的水平旋转了。将小滚珠取下来之后，它的一个屈膝范围呢就可以达到将近90度的一个屈膝了。脚尖部分可以往下进行一个90度的踮脚，那么接地呢范围呢也是够用的。我们将拆下来的这2块装甲呢进行一个合并，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滚珠了。G1原版这个小滚珠呢，它呢是带有电动的一个功能的那么这个呢是给它阉割掉了是给改成了这么一个变形成一个跑道的一个模式那么在基地形态下，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那么这里呢顺带一提就这款星际天柱呢，我最开始入手呢是打算给它改一个这个电动的和这个音效的一个玩法的。但是呢，当我拆开之后呢，就被官方丧良心的行径呢给震撼到我了，所以说呢，果断选择了放弃但是呢，对于这款玩具我个人总体来讲的一个评价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很好的还原出了原版漫画中这个星际大哥他非常帅气且十分具有张力的一个造型虽然说它存在着些许的一些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它价格呢比较便宜，那么总体来讲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个人呢还是希望官方在这个泛京线呢能够推出这么一款也是泰坦级别的咱们战斗之星的这个副队长格兰达斯能够再出一款 C 级别的咱们这个战斗之星的队长天翔盖瑞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凑齐这个星际3人组那么最好呢是能够实现人形态3人的一个大合体那么来弥补一下G1的一个遗憾当然了对于官方来讲呢，几乎是不太可能了那么我们塑料制呢之前呢倒是有做过这星际3人组，也是一直有朋友希望我们塑料制能够出这个2.0版就重置一下这个格兰达斯和天翔盖瑞我个人呢倒也有这么个打算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个玩法和把玩手感的方面我呢还需要再稍微考虑一下这个让它尽可能能够接近于官方的一个把玩手感那么非常巧合是官方这一款泰坦级的星际天柱无论是在人形态还是在载具形态上，它总体的一个长度呢，跟我们塑料制自制的这个星际天柱呢是基本上差不多的，相差无几，也确实非常巧合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しはしないしはしないほどやがて我がその時仰せを出せたほらしとやったからの力の触れました好的，那么我们的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呢是这么一辆非常具有科幻感的巨大卡车，整个尺寸呢也是相当的长啊。我们同样也是拿出国产老弟的这款 G1 的星际擎天柱来对比一下，我们 G1 的这个星际擎天柱呢，比起这款这个泰坦级的星际擎天柱呢要短了将近2个车头的一个长度。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泰坦级的星际擎天柱啊，在这个车身的流畅度方面呢，也是不如咱们老 G1 的这个星际擎天柱的。可以看到我们 G1 的这个星际擎天柱，它整个车身到车头整个这个流线型的一个转折呢是比较的犀利的啊。而咱们天玟世代的这一款呢，它整个这个转折呢就处理的非常的平缓。咱们 G1 的这个星际擎天柱呢，它呢是采用的真正的这种橡胶的履带啊，是可以进行一个电动行走的。那么我们这个泰坦级的这个天玟世代的这款呢，就只能是推着它走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像 G1 的这个车顶呢，它是完全包裹住的啊。那咱们这个天玟世代的这一款呢，上面是有2个大窟窿的啊，这个也是变形设计的一个缘故，并且呢 G1 的这个履带啊，到它前车轮是有这么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渡的啊。天玟世代这一款呢，就给它取消掉了，直接就将咱们小滚珠的一个车头呢给露出来了啊，就露在了外面。这样子呢，从侧面来看，它整个底盘呢就像是缺了一块似的。唯一一个它改动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将原版啊我们星际擎天柱它这个车头与这个车身后边有这么一大的一个镂空啊，一个空洞啊，它呢是用这么一个零件给它填补起来了啊，这个呢就使它整个完整性呢就更好了。但除此之外呢，整个车形态下啊，相比较于 G1，剩下的就全都是缺点了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车头部分啊，可以看到 G1 的这个车头呢还是比较形象、比较自然的这么一个卡车车头的一个样式，而咱们天玟世代的这个车头呢，整个就是一个被压扁了的那么一个状态。我们也可以看到啊，G1的这一款挡风玻璃啊，上方呢是有这么一节车顶的部分的啊。那么天玟世代这一款呢，挡风玻璃上面直接没了啊，直接就是它的一个车厢的这个部分了啊。那么整个驾驶舱这个车顶呢就被削了去了，成了这么一个敞篷车。那么最令人难受的还是它的这个车尾部分了啊。那么我们 G1 的这个车尾部分也是有这个细节刻画的啊，有这么一个1和2号这么2个车厢。那么同时呢，内部呢也是能够收纳2个带有这个弹射功能的2个车厢啊，以及咱们这个补天式热破。那么到了咱们这个天玟世代的这一款这是个什么？这对比一下，当时我看的这个样子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我3D 打印对吧？打印了一半的这个感觉嘛，对吧？你看特别的像啊，这就是3D 打印的一半啊没完成的一个样子。这个车尾真的压根看不得啊！它呢也是能够实现G1的一个玩法的，可以将这个马蜂窝的这个车门呢可以给它打开，上方2块蓝色的部分呢也是可以这样子翻开的，同样也是可以将它的这个货柜车呢给它卡在里边，我们可以将它这个车门呢给它翻开，将咱们这个小热破呢给它塞进去，当然它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弹射的功能了。好的，那么它的载具形态呢，我们就先展示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变成它的一个基地形态。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基地形态了。它整体的造型呢还是比较还原G1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基地形态的。那么官方呢可能也觉得它这个基地形态很诡异啊，所以说呢就让它这个在基地模式下让它这个脑袋呢稍微的往下低一低，就是这么个样子，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官方设定的一个基地形态了啊。
那么它身上的这些个炮口啊，这些个枪口呢，都是可以安插这些特效件的。G1玩具它右侧的这个跑道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电动的一个玩法的。那么这款的话呢，很明显的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因为它没有这个履带传送的一个玩法啊。这一款呢是给它改成了这么一个齿轮啊，这个一个炮台的一个旋转的一个玩法。那么这个类似的联动玩法呢，在 G1的这个玩具中呢也有啊，只不过呢是在格兰达斯的身上啊，格兰达斯脑袋顶上以及肩膀上这两个天线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这种波动式的一个旋转的啊。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小约珀呢还可以骑在这个炮台上啊，它是骑在上面。G1的话呢，它是站在上面，可以让它进行这么一个旋转射击啊 ，ID 魔力转圈圈。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个右侧跑道的前端呢，还有这么一个插口。那么它另外一侧这个板子这一块呢，也有这么两个插口啊，就是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连接。那么你呢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随意的 DIY 任意发挥你的想象力可以给它变出各式各样的一个基地形态。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它这3种模式下的一个玩法展示了。好，那么我们也是请出他的这2位前辈啊，左边这一个呢就是我们 G1的星际擎天柱，当然我这个是老弟的啊。那么右边这个呢就是之前官方出的世代精选系列的星际擎天柱，那么中间就是官方现在这款天盾世代的星际擎天柱。官方G1以来的这所有的星际擎天柱呢，我呢就还差那个卡巴亚的我就已经全部收集齐了哈。那么官方自家的这个星际擎天柱呢，就是只有这3款了可以看到咱们这款天盾世代的这一款呢是尺寸最高的一个。这个身高这个比例呢，就比较接近于这个设定中咱们星际擎天柱大哥的这个比例了。同时呢，在身形比例方面也是咱们天盾世代这一款呢是最接近于原版漫画中星际擎天柱的一个身材比例的。咱们 G1的这一款呢由于当时时代的一个技术限制，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做出漫画中那种非常帅气的造型那么世代精选的这一款就更不用说了纯纯的一个魔改货。可动性来讲呢也是咱们天盾世代的这一款它的可动性综合可动性是最高的那么就可玩性而言呢，肯定是咱们老 G1这一个星际擎天柱它的一个可玩性呢是最高的因为它这个电动玩法直接无敌人形态、载具形态电动行走基地形态履带传送，再接上格兰达斯这个升降台电动升降和旋转，整个效果4个字来形容就是眼花缭乱。那么相比之下，另外这2个的玩法呢就有点黯然失色了至于最后的这个价格方面呢目前这3款在二手平台的价格呢倒是相差不大有的可能稍微高一点但基本上都是半千左右。最后综合来讲呢如果说大家对星际擎天柱这个角色感兴趣的话，我个人呢还是比较推荐中间这一款也就是官方新出的这个天盾世代的星际擎天柱的。当然具体的话呢也就要看迷友们各自的一个需求了。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